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落在石板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台看不见的收音机。想象一下，现在是傍晚的下班时间，你疲惫地坐在拥挤的电车上，车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光在雨水中晕开，变成一团团模糊的彩色光晕。车厢里很安静，有人低头滑手机，有人闭目养神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、闷热，还有淡淡的疲倦感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其实充满了无数种声音，有古典音乐的旋律，有热血沸腾的新闻广播，也有充满杂讯的干扰波。但是你什么都听不到，除非你伸出手转动那颗旋钮，调对了频率。那一瞬间，原本安静的车厢就会被某个频道的声音填满。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痛苦，觉得卡住，觉得不管怎么努力，现实世界就是不肯对我们微笑。我们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，或是运气太差。但20世纪最伟大的大脑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。他说，万物皆是频率，这不是哲学，这是物理学。如果你想要某种现实，你不需要去强求它，你只需要将自己的频率调整到与那个现实匹配。只要频率对了，那个现实就不得不发生。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05年的瑞士伯恩，去看看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是如何在那个狭小充满灰尘的房间里，用一把小提琴和一颗大脑调频到了宇宙最深处的秘密。这不是关于天才的故事，这是关于如何找回你自己频率的故事。1905年，瑞士伯恩，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，在窗户射进来的光束中缓缓飞舞。在专利局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堆满了各种枯燥的文件和图纸。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每天必须面对的世界。那时候的他并不是什么受人敬仰的大科学家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专利局3级技术员，领着微薄的薪水，穿着有些磨损的西装。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查那些异想天开甚至有些荒谬的发明专利。如果是我们，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生活糟透了，才华被埋没，梦想被现实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，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尽头。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让自己陷入抱怨的频率里。每当主管不注意的时候，或者在把工作迅速做完的空档，他就会把椅子转向窗边。窗外可以看到伯恩古城的钟塔，还有远处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，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会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开始在上面写下一行行优美的公式。或者回到那间狭窄的出租公寓后，他会拿起那把陪伴他已久的小提琴。当轻功划过琴弦，悠扬的旋律流淌出来，充满了整个房间。在那一刻，狭窄的墙壁仿佛消失了。他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骑在一束光线上，以光的速度在宇宙中飞行。他看见时间像河流一样弯曲，看见空间像布料一样被重力拉扯。那时候的他，频率是极度平静且喜悦的。他没有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名，也没有在想为什么我的薪水这么低。他只是单纯地沉浸在对宇宙的好奇与热爱之中。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一年，这个在别人眼里不务正业的小职员一口气发表了4篇改变人类历史的论文，其中包括了著名的相对论。后来的人称那一年为奇迹之年，但对爱因斯坦来说，这不是奇迹，这是共振。他曾说过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，我只是充满了热情的好奇心。这就是他的频率。当他拉着小提琴，当他看着窗外的光束发呆时，他并没有在对抗现实的枯燥，他是在调整自己的内在状态，让自己从匮乏的频道切换到了创造的频道。于是那些伟大的灵感就像广播讯号一样，源源不绝地流进了他的脑海。如果他当时选择了抱怨，选择了愤怒，选择了每天在心里咒骂那个无聊的主管，那么他的频率就会锁死在我是个受害者的频道上。在这个频道里，
是不会播放出相对论这种美妙乐章的。在这个频道里，只会有无尽的噪音和杂讯。把镜头拉回到现在，此刻的你正在播放什么样的频道呢？也许你正为了工作上的难题而焦虑，眉头紧锁，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。也许你正在为了一段逝去的感情而伤心，看着窗外的雨，觉得心里也是湿淋淋的。又或者你看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。请记得爱因斯坦的话，万物皆是频率。你的情绪就是最强大的能量波。当你焦虑的时候，你发出的频率就是我不相信宇宙，我很害怕。宇宙接收到了这个讯号，它会回应你什么？它会回应你更多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，因为这才符合你的频率。这就是为什么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会塞牙缝。当你嫉妒的时候，你发出的频率是我没有，别人夺走了我的快乐。宇宙接收到了，于是它会继续让你看见更多让你嫉妒的画面，让你继续处于匮乏之中。我们常常以为要等到成功了，我们才会快乐；要等到有钱了，我们才会感到富足。但频率法则告诉我们，这完全搞反了。爱因斯坦不是等到拿了诺贝尔奖才开始热爱物理，他是在那个充满灰尘的专利局里，就已经先让自己处于热爱的频率之中。是因为他先快乐了，先富足了，先充满好奇了，现实世界在随后跟上，变成了他想要的样子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座巨大的人体发射塔。如果你想要收听幸福电台，你不能一直把旋钮转在痛苦频道上狂吼为什么没有幸福的音乐。你必须先把手松开，深呼吸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件让你感到温暖的小事，也许是今早喝到的一杯热咖啡，冒着白色的热气，也许是路边一只对你摇尾巴的小狗，也许是傍晚的一抹晚霞，染红了天边的云彩。试着去感受那种微小的喜悦，就在你嘴角微微上扬的那一刻，你的旋钮转动了，哪怕只是转动了一点点，你发出的讯号已经变了。接着你会发现，运气好像变好了一点点，遇到的人好像和善了一点点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物理学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掌握这种看不见的力量，除了爱因斯坦的智慧，我也非常推荐大家阅读关于频率与心灵能量的书籍，像是《频率：一切的答案》。书中详细解析了如何透过日常练习，稳定地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。当你透过阅读与这些高维度的思想共振时，你会发现，改变命运的开关其实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。夜深了，雨停了，街道上的积水倒映着路灯昏黄的光芒，像是一条条流动的金河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累，请不要责怪自己，也不要硬碰硬的去撞墙，停下来，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，去听一首喜欢的歌，去散散步，去摸摸家里的猫，去做任何能让你感觉好一点点的事情。因为这一点点的好，就是改变频率的开始。就像爱因斯坦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拉起小提琴一样，当音乐响起，现实的围墙就会倒塌。你不需要去追逐蝴蝶，你只需要把花园种好，蝴蝶自然会来。你不需要去苦苦哀求命运，你只需要调对频率，美好自然会发生。只要你相信，你就是那个奇迹。由心流时刻制作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前行。愿你的频率永远与美好共振。晚安。